但是大家看一下现在这个屏幕亮度啊，我真的觉得非常的夸张啊！我再重新开关一下，你看它已经拉得很高了，中间这个红米点完之后没有反应，真我也没有什么反应，爱酷点完之后甚至还变高了。哎呦喂！ Hello， 你好，欢迎来到离线玩家 online 频道。今天户外视频的主角是真我 GT8 Pro， 我这台是7000毫安时电池，6.78英寸的屏幕。我有一个问题，你说它有没有送 Deco 并没有送，只给了一个螺丝刀。啊？这样子啊？哎，同样是7000的电池，iQOO 15 2K 的屏幕，144的刷新率。那你今天续航应该很差吧？不好说吧。哎，它也是2K，其实我也是2K 144。今天对比一下你的续航，好吧？哎，两个废物啊！看我的红米 K90 Pro Max， 我这颜色不爆炸你们，我这质感啊，跟我比一下，是不是黯然失色了？好一点。而且我电池有7560毫安时，我还是1.5K 的屏幕，但是我们有超级像素啊，它的显示效果媲美2K， 就是我低光的同时显示素质跟你们差不多，然后电池效果你就中号效果媲美2K。反正我今天已经赢了，好吧，我已经开香槟了。然后我们红米 K90 Pro Max 买的是丹宁配色，这是一个素皮，我们平时一般是不会买素皮的，但是没办法，它这次这个配色太好看了，我相信大部分人也是冲着这个配色去的啊。啊，我确实觉得特别好看、主要现在天气最近什么也不热嘛，这个素皮散热应该跟正常手机差不多。哎，看一下现在多少度啊？现在是16度，为什么不带1+15啊？它不刚发布还没买到嘛，太慢了啊，预热那么久。那么相关的设置和流程呢，我们会摆在公屏的某地方，大家如果喜欢我们的视频，不要忘记的一键三连关注。那接下来我们就先去吃个粉吧。开始之前发现一个问题啊，为什么只有这个爱酷是一个白色的壳呀？哎呀，手机配色那么好，壳这么垃圾是吧？怎么谁知道都是这种啊你是丹宁啊？我们这叫常见于风啊，就是平时使用的时候呢，就比较低调内敛，有个黑色，哎，把衣服一脱。你把衣服一脱是不？我离你远点，你变态。别脱。饭前呢，我们就看 B 站4锤60帧视频呢。我们刚做到粉店啊，这3台手机放视频，我们突然发现这个左边的爱酷亮度巨高，而且我们已经开关过自动亮度了。谁最暗啊？谁最暗呢？谁最暗呢？我不知道，就是你啊！确实不太积极啊。拉一下，快点。今天爱酷这个亮度看着是比较爽的。向我看齐。我觉得这个真我是比较均衡的一个，就是没有那么亮，但是我得拉满，也还是够用的。现在我们把3台手机的亮度全都在自动亮度下拉满了，还是左边的爱酷最亮啊！爱酷的自动亮度真的很机器，我刚才看了一下，它之前就是自动亮度拉满的，太恐怖了。那行吧，那我降一点点吧。你们降一点吧，降一点吧。我降一点吧，你们俩只能这样了。我们刚刚已经看完了20分钟的视频了，看完之后呢，爱酷是100%的电量，另外2台都是99，爱酷是最亮的。OK，我感觉它这个电量有点假啊，左它的边这台啊亮度都不带变的，另外2台可能我随着角度的倾斜，它的亮度可能会下降啊。对，爱酷一直拉得很满，就非常的夸张啊，大家可以看到吗？现在这个亮度啊。那么第一把王者荣耀呢，我们就用均衡模式5v5啊，然后是120帧加自力最高的画质。为什么是你一个人呢？他们2们两个是给我们买水了，他们到了我们就开始打。他们已经到了呀。我觉得爱酷王者有着144的选项，哎，本来想试一下的，结果他俩最高只有120，很烦。开120吧，可以啦。很烦，我想144。那14帧你看得出来？看得出来，我火眼金睛。现在我们3台手机都在游戏里面锁住亮度了，我爱酷也是把亮度降了一点了，处处要适配他们俩。开始游戏吧。我们刚刚在统一声音啊，然后一开始是满个音量减2个，是爱酷声音大，然后后来我们又同时开1半音量，还是爱酷大，而且大很多。所以现在呢，我的红米就1半音量，然后往上调2格。真我很满意啊，他很满意啊，真我就往上调1格。你们2个谁大呢？我大。怎么别人来抓我了？我靠，怪上我了是吧？我这跟达摩打的水深火热的，我靠！达摩不是要打我吗？哎，我操！又被单杀了。哦，我你怎么打跟排位似的？你死了为什么这么开心呢？你刚说往哪放？就是这几次户外测试打王者，没几次赢的，不知道为什么。菜逼在这怎么赢啊？什么叫我是菜逼呀？虽然我段位低一点，但你不能这么侮辱我。那他能怎么侮辱你呢？以后改名叫爱玩帅哥的老夫子。你能不能给一些健康正确的引导啊？这怎么不健康啊？你是不小心把真心话讲出来的是吧？第一把王者荣耀5v5，我们打了21分钟，3台手机的帧率跟网络都没有问题，但是我这个红米呢是有很多的变黄，然后甚至还有一次变红的情况，就不知道是什么情况。这里很空旷啊，怎么网络还不行呢？显示也是5G 啊。左右脑互搏呢，当说3台手机没问题，又说你有问题。3台手机的帧率没有问题，红米的网络有问题。
那么第二把玩完了，我们就加大一下负载，把游戏相关的设置都打开，还是均衡模式。红米打开了显示增强和触控增强啊。我的真我呢，开启了一个超级 HDR 画质和高分辨率的选项。iQOO 15可以调的挺多呀，首先是触感这调高了，然后这有一个 Q 星专区，提到一个超高分辨率，然后还是原始帧率啊。哇，那我感觉你这个负载好高、啊。然后这边的什么视效增强，什么智能优化，这里的触控我也拉满了。看多了有什么用啊？个菜逼！还有一个4D 震感呢。妈的，这镜他妈长得眼睛不如抠了算了，我操，俩眼是鞭炮吧，我靠！他他妈换位直接穿过药了，然后让他妈后羿一个人去打。哎，投降！投降！第二把王者荣耀为我们打了12分钟，3台手机的网络跟帧率这次都没有任何问题。现在我的红米还有90的电，我的真我还有88的电。iQOO 也是90的电啊，没用啊，你后面会崩的啊。哎呦，毕竟我电池大，好吧。希望我能反超吧。那接下来我们就来测一下信号吧。我们现在准备来发送一下我们在微信里面拍的1分钟视频啊。3台手机我们都已经开完过自动亮度了，可以看到iQOO的亮度非常激进啊，而且它也是这种液态玻璃的效果，而且还有一点就是它后面这个视频看到没？是有点卡顿的，其他2台都是没有问题的。我们现在准备发送了。哇，这iQOO也太亮了！iQOO 真的超亮的。3、2、1点，我们是差不多时间拍完的啊。中午先开始发了。好，哎，但是中间的红米先发完的吧？iQOO 发的最慢啊，好像。对，但是大家看一下现在这个屏幕亮度啊，我真的觉得非常的夸张啊。我再重新开关一下，你看它已经拉得很高了，中间这个红米点完之后没有反应，真我也没有什么反应。iQOO点完之后甚至还变高了，哎呦喂，这什么意思呢？我们就把它拉到最高呗。你看 iQOO 的屏幕就是非常的亮啊，3台都开了环境色自适应啊。iQOO 这个3星屏真有点说法的。现在我们准备下载一个1G 的视频文件啊，但是这3台手机的屏幕亮度差距有点太大了。我们刚刚其实又是开完过一次自动亮度的，就是这个真我好像它的自动亮度会更激进一点了，但是红米这个就完全不上来啊。3、2、1点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速度啊，红米跟iQOO差不太多吧。真我这边就是经典欧系啊，浏览器比较慢，这个屏幕亮度差距真的太大了，哎呀，我不行了，我要把红米拉上来了，我的妈呀！拉上来之后还是没有iQOO亮，速度也不是很快吧，感觉中间的红米是最快的。那你评价一下红米的亮度吗？一坨。但是红米下完了，朋友们，怎么回事啊？真我，这里有5G 网啊，很好啊。真我看到过最高大概是7兆的样子，8兆了，12兆，它被抢了，它被抢了。iQOO下完了之后它变快了啊，15、16了，17。其实其他2台差不多也这个速度，哇，真我的速度就是被其他2台手机抢了。现在我们用电信卡打电话，联通卡来刷抖音啊。这个红米的亮度真的太低了，我们给它拉满吧。拉满了之后还可以啊。你这个中间的红米一定要这么油亮吗？不好看吗？好看，好看啊。我们来慢刷吧，感觉慢刷没有什么很大的问题啊。我们再快一点点吧。我的天，感觉这个中等速度也没有什么很大的区别啊，都没什么问题啊，就是正常的加载吧。我们再最快吧，我觉得最快3台手机好像都有一点点的那种加载问题啊。对，我觉得应该是右边的真我感觉是最好的，其他2台会稍微多一点啊。现在我们用联通卡打电话，电信卡来刷抖音啊。怎么回事啊？点个赞吧。慢刷感觉没有很大的问题啊，那我们稍快一点。我的天哪，中间的手机是你的吧？我真的不想刷了。咋啦？太好看了有点。给你50把号卖我。可以。啊？这么便宜吗？我感觉电信卡稍微快一点也没有什么很大的问题啊。那我们速度再加快吧，最快了。哎，中间的红米卡的比较久。真我很少有黑屏的情况。都会有点加载，但是红米会显得明显一点，而且这个屏幕亮度真的是红米的最低。我们其实把3台手机全部都拉高了呀，你不要再点了。OK 了，朋友们，我们现在刷一下美团呢，看他们有没有什么加载方面的问题，都刷快点看看。iQOO 是有的，最右边的 iQOO 好像是有一点点，左边的真我刷疯了。哎，左边的真我每次刷的界面好长啊。那我们等某人吃完独食吧。我们已经刷了10分钟的美团啦，现在 iQOO 只有81的电了。OK， 红米还有84，真我还有82。我们对了一下3台手机的屏幕使用时间啊，它的大致项目都是差不多的，但是统计起来加起来有一点区别啊。因为我们最近都是以红米、小米为准的嘛，那我今天还以 K90 Pro Max 为准。本来就以我为准，我7500 1.5K 肯定是我接触到的，肯定嘛，就得以我为准。好，就你。你这个亮度赢了，有什么好说的呢？
上一期你的X9也是胜之不武。哎，我最近用的手机好像都不太行，不知道为什么。OK，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使用高德地图步行导航啊，去往中午测信号的地方。我们刚刚多了一个路口呀，先看一下3台手机实时位置。哎，我觉得爱出还挺准的，正好在公交站附近。OK， 垃圾红米，红米不太对啊，还是在路线上。你是停下来才在这里的，还是一直没有，一直在在这里。啊？真我的话，也还可以啊。对，OK，它也是在这个位置的。这个 iQOO 的屏幕亮度一骑绝尘啊，没什么多的好说的了，朋友们，今天就不怎么看亮度了。我们刚刚又开关过一次了。iQOO牛逼，iQOO牛逼。现在导航上我们往后边走啊，我们一不小心走错了，我们选择直行，看看3台手机会怎么规划。不小心，然后又是我们选择的，对吗？红米往前走了一小节，它的定位就对了，并且第一个规划路线哦。我们两个还没有规划呀。但是我们俩的实时位置都是对的。OK， 那我俩走吧。赶紧滚啊！终于赢了一次，领狗叫的啊！好了规划了，我们俩几乎同时规划的。OK，往前走了4、5步。我们右转了一下，规划路线呢现在是在对面啊，但是3台手机的实时位置都是对的。刚刚iQOO走起来的时候是对的，现在停下来就错了。其他2台都是停下来也是对的，而且现在红米的这个亮度还可以咯，它亮度升上来了。我们今天虽然是一个阴天，但其实实际上这个环境还是挺亮的。我往前又走了30、40米啊，现在iQOO的位置还是错的啊。红米跟真我都是对的呀，垃圾iQOO。我们又往里走了一点，靠近楼的地方，远离了马路。现在iQOO的位置对了。但iQOO走了这么久才对啊，真是垃圾屎。我们刚刚又过了一个路口啊，现在3台手机实时位置还都是对的。上一节走到后面的时候，我们靠道路的内侧行驶了，然后停下来之后，3台手机定位回去之后就没有再变过了。经典行驶 ，OK。又走了没2步，我这iQOO位置怎么错了呀？红米跟iQOO一样，也都回去了。你们这2个人怎么回事呢？真我呢？都是废物。哎呀，回去了，你也回去了。你可能是停了，我刚刚吐槽的，但是我的真我停下来之后又回到这个路对面了。但刚才走起来的时候是在正确的位置上，在路的里面。我们现在这里等红绿灯呀，3台手机好像只有中间的红米有虚中行走的问题。对，说话已经走到290。说话，老习惯了是吧？走呗。我就爱走2步啊，没病就爱走2步。我们现在过了个马路啊，刚刚因为红米出现了虚空行走，它的位置偏于实际比较大，所以它就给我重新规划路线，跟我们现在的方向一致了。真我也开始走了，我也开始走了，iQOO也开始走了，谁也别说谁好吧？好，需要调理一下吗？那你们都去调吧。上来到这个调理的地方了，然后我的真我呢是对了呀iQOO的实时位置也对了。 OK。红米都规划路线了呀，就不用看了吧？我们这次只导航了30分钟就到目的地了，因为整个导航中3台手机都没有出很大的状况啊，表现都算是那种中等的水平吧。3台手机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虚中行走。红米最先出现的，现在iQOO还有74的电，真我还有76的电。红米还有77的电啊。现在中午亮度最低，当然就是这样的。哎，你把手机放上去，大家看一下，就是这个亮度真的是这样子的。红米这个可能说太灵敏了吧？对我其实使用时候，它有时候亮的也会拉的比较高，用的没有特别爽吧，但是勉强够用，肯定没有iQOO这么离谱啊。你这多了500多在哪里了呀？哎，那你别管啊！现在是中午的11点56分，我们已经使用了2小时5分钟的手机了。接下来我们就去厕所测一下信号吧。不是，你还是1.5K 屏呢。媲美 2K， 媲美 2K 的显示中号。我们来到这个信号非常差的厕所了，3台手机都已经开关过了自动亮度，并且都打开了环境自适应。是右边的真我，这个环境自适应效果比较明显一点。怎么感觉红米它自动亮度是不是又降了？又变暗了，主机。刚刚还亮一点的。两边亮度是差不多的。我们先打个电话吧，联通场。3、2、1，点。哎，iQOO先通了。另外2个行不行啊？反正2个都没信号的啊，显示。哎，红米也通了。真我没了呀。哎，真我有信号。哦，真我最后也通了。他们刚刚都搜出了一点信号啊，我们现在来微信发送一个表情。3、2、1，点。哎，都还挺快的，除了中间的红米。红米没有发出来。哎，发出来了。好久啊，感觉信号不太行啊，我们发微博吧。我们现在已经进微博了，3台手机都刷出来了新的，我们现在同时刷新一下。一松。哎，红米快啊！最快的竟然。哎，他搜到信号了。哦，左边的iQOO也出来了。加油啊！哎，真我也出来了。我们3台手机都进抖音有一段时间了，现在iQOO呢加载不出来，图片都裂开了。红米是能看到，真我也卡住了。我们同时点下评论区试一下吧。看来其实3台手机都加载出了一些内容啊。真我跟红米都加载出来了，iQOO不太行啊。我们现在把卡切到了电信啊，现在iQOO跟真我是4G 网，
红米居然是5G 啊！我们现在来打个电话试试看吧。点。啊，红米通了，真我也通了。iQOO 最慢不行了，刚才联通是 iQOO 最快啊，哎，也可以了。我们现在电信卡微信里面发送一个表情啊，点。啊，除了 iQOO 都很快，iQOO 这个电信确实不行。iQOO收到了1条消息，但其实已经发出去2条了。对，三台手机现在在微博都刷出来新的了，我们来重新刷一次啊。iQOO 其实图片还没下载出来，要再翻一遍。来吧。3、2、1，送。啊，红米跟真我都很快啊，iQOO不行。iQOO 电信还是慢一些。再来一遍，再来一遍。3、2、1，送。真我烧出来一点点。我们三台手机进抖音也有一段时间了啊，现在真我是加载出来了很多的，iQOO 终于刷新了，但是还是黑的。红米过了很长时间才画面才动啊。那我们现在点一个评论区看一下吧。3、2、1，点。哦，红米好。哎，这2天加载不出来呀，怎么回事？哎，再点一下就好了。那我们重新再换一条看着。3、2、1，点。还是红米好。这个 bug 呀，我的天！啊，不行，那确实是红米快一点啊。好吧，那这个厕所呢，联通一开始是 iQOO 比较好，他之前打过电话，但是后面呢，真我跟红米收到信号之后，iQOO 的网就变差了，是最差的。红米跟真我差不多，电信的话也是 iQOO 的表现最差啊。我们已经到地下车库，准备来扫一下这个地下车库的微信2维码了啊！这是一个复盘码，已经有手机放大，就是右边的真我，左边是iQOO，中间是红米，右边是真我，1米，来3、2、1走。好，几乎同时扫到啊，精确速度也差不太多啊。现在我们离那个2维码大概有4到5米的样子，依旧台门还是联通的4G 网络，来吧，3、2、1走。哦，真我扫出来了，牛逼耶！很强很强，真我，哎，好，哦，其他2台都放大了，可不可以扫出来？往前走吧。帕金森的你，他每次往前挪的时候，像在走钢丝，你知道吧？这种感觉。好，iQOO先扫出来，哦，红米也扫出来了，差不多啊，他们的这个距离是差不多的。比真我差了有2米吧，差不多有2米了啊，朋友们，现在我们到这个很暗的地方来了。这个真我感觉这个屏幕不是很通透啊，在这个低亮度下啊。红米呢？红米感觉就好一点了，而且侧看的话，这个真我感觉有点黄黄的啊，甚至有点红啊，感觉这个颜色不太对啊。这个是iQOO，我们肉眼看没有像这个拍出来的这么红啊，然后侧看也还可以啊。这个红米就感觉中规中矩吧。现在我们在这个很暗的地方准备来扫2维码，只有中间的红米能够看到比较清晰的一个2维码啊。来3、2、1走，一米的微信，哦，红米扫出来了。你看，果然就是看得到，它也扫得出来吧？其他2台取景框很黑啊，1米都扫不出来。得有光才行，得有光才行啊。那远了就没有必要了吧？红米已经马上拿这个暗光扫码。我们现在来微信视频通话，现在前置。我首先得说一下中间这个红米啊，它屏幕是最暗的，大家看到了吗？我们已经看过自动亮度了。就是它竖着它就会突然降低。然后它就是红米经典的那种脸上麻麻赖赖，不经典啊 ，K90 优化好了呀，怎么 Pro Max 跟小米一样那么丑啊？这个太丑了，我脸上就是感觉被蒙了一层什么纱布一样了。而且它视角也是。对，最窄的。然后呢，这3台里面视角最广的是左边这个iQOO啊，而且它显得也还相对来说自然吧。但是其实感觉最真实的应该是这个真我啊，整个看起来就是比较符合我真实的状况。其实iQOO这边是相对来说美化了一点的，红米感觉这个太差了呀，这太难看了，朋友们。哎，我们可能拍不出来吧，但是你们自己要是去店里面试一下，你们就懂了。这个太难看了，我的天呐！后置这个视野的话，3台手机没有很大的区别啊。哎呀，现在这个亮度怎么差这么多呢？我的天呐，我真受不了了。我们iQOO一骑绝尘，就是你iQOO感觉有一点点那种自动亮度太激进了的感觉啊，虽然看着特别爽啊。后置的话，我觉得红米也是会差一点的。它这个地方看到没，一个橙色的牌子啊，拍的就比较灰暗了。真我稍好一点吧。iQOO这边有可能是屏幕的原因啊。反正这个颜色是还原的最真实的，清晰度的话也没有很大的区别啊。刚刚前置忘说了，前置的清晰度其实真我会比较好一点。我们打了10分钟微信视频通话到北辰了，但是这里怎么好像有点飘雨了呀？飘了一点毛毛雨啊。现在iQOO还有68的电，
真我还有71的电。哎，红米也还有71电啊！现在是中午的12点36分，我们使用200瓦的手机了。 7500在哪里了呀？你后面会崩的，你别叫啊！那接下来我就把手机交给大师，在这里拍点照片，拍点视频吧。拍谁？拍我们2个呗。好的，朋友们要开始录像了呀。虽然现在呢是有一点点飘雨，但是这个雨也没有多大啊，而且这个环境其实是比较暖的，不是那种阴雨天啊。好，我们来拍他们2个吧，先录像了。这3台手机，我现在全都是切到了超广角，都是支持4K 60帧的，都是他们的标准防抖，其他都是默认的。我们来看一下屏幕亮度啊。 现在感觉就是右边的真我会稍低一点啊，其他2台还不错，尤其是中间这个红米啊。而且从取景器上来看的话，中间这个红米现在的颜色是最接近我们现在这个状况的，并不是这个左边的爱酷显得有这么蓝的感觉啊，并没有这么阴啊，环境还是比较暖的。好的，我现在先试一下他们的那个变焦啊，先是爱酷，现在是0.6倍，我先往上面拉，好，1倍切换了，哦，3倍也切换了 ，OK， 它最高是15倍啊。 我觉得爱酷这个拍出来显得，首先有点糊，其次就是感觉不太真实啊。这个韩宝感觉太嫩了。现在是中间的红米，它超广角是0.7倍的。那我们现在开始滑，你看它滑到1倍，这个速度就很慢了。OK，1倍是切了的。好，它下一个焦段就是5倍了。哎，它怎么突然给我跳回到1倍了？好，下一个焦段是5倍啊。啊，5倍也切了 OK。它最高是10倍，哎，它5倍怎么最高才10倍啊？ 所以它画面就显得比较清楚啊，然后韩宝也不太真实啊，太粉嫩了。好的，现在是真我，这是跟理光联名，但是好像只有主摄的拍照啊，还是从超广角开始。现在开始滑，哦，1倍切了 ，OK， 很快啊。哦，3倍也切了，它最高30倍，哇，真我最高是30倍啊，朋友们，大家看到了吗？我的天呐，这可以放得特别大啊，哎，而且感觉也还挺真实的，是3台里面比较真实的啊。 好的，现在我全部切回到1倍了，我慢慢的向他们2个走过去，大家感受一下这个防抖吧。我从取景器里面来看的话，中间的红米是比较稳的，真实的话是右边的真我会比较真实一点。爱酷这个就显得太假了吧？它这件衣服我从取景器上看已经是紫色的了，像是小丑穿的衣服。好，现在我慢慢的转圈。 你怎么又笑了呀？什么意思啊？为什么每次都要笑啊？最真实的是右边的这个真我啊，防抖我觉得是小米比较好哎。从这个取景器上看的话，我刚录了大概2分05秒，大家看一下这个屏幕亮度啊，中间的红米就下去了呀，很明显的吧？还是我们爱酷坚挺一点啊、但是爱酷这个取景器就显得比较假了呀。那我现在离他们比较远了，我就快速的跑过去，并且快速绕圈啊。我开始跑，大家感受一下这个防抖。 OK， 好的，现在我快速转圈。没有太阳就看不了这个炫光呢，晚上再看吧。笑啥呢？我们现在准备来前置视频录像，我们看了一下录像规格，这红米切不了60帧啊，它只能最高4K 30，另外2台都是可以的。对啊，那我们就迁就一下这个垃圾红米，拍4K 30吧。 好了，我现在开始拍摄。首先，这个屏幕亮度，红米是最暗的，爱酷看着非常的爽，非常的亮啊。因为它很亮，所以我就觉得就看着很舒服啊。我觉得现在3台手机里面跟我们真实比较接近的，应该是中间的红米啊。对，左右两边都显得有点红了。对啊，红米呢，感觉有一点点偏黄吧，也不是特别好看呢。那我们走吧。因为拍的是4K 30帧，这个防抖大家就看看吧，好吧。然后今天也没有阳光，所以炫光也看不了。 但是我觉得清晰度好像是有点区别的，这个红米怎么感觉就显得没那么锐利啊，不是特别清楚的感觉啊。今天这个天气其实是有一点点的薄雾，但是没有像这个红米的这个这么多呀。哎，这个真我是自动切到0.8倍吧？哦，对，还挺智能的、切了一下，检测到有多人。现在我们准备用他们的前置摄像头的人像模式来拍一下照片呢。是这样的，这个爱酷呢，它要你选那个人像的配方，我们就选了经典，因为它默认就是经典。爱酷呢，它是没有那个底下的焦段可以选的，但是它就是很广，它本身就很广了。然后呢，红米呢，它识别到我们有很多人的时候，就会从1倍跳到0.8倍了。但是真我它是有选择，但是它自己没有跳啊，我们就选到0.8倍了。即使选完了之后，真我的这个取景范围也是会要稍微窄一点的，其他2台差不太多吧。但是真我这个显得比较真实啊，爱酷这个显得比较好看了。我还发现一个细节，就是爱酷这个前置好像没有那个默认的虚化效果啊，我是不是要打开啊？
已关闭，它默认是关闭的，那不管了。好的，现在我们切换到了前置的拍照模式啊，其他都是差不多了。这真我它10倍到的多人还是没有切0.8倍啊，那我们就给它切一下吧。我觉得爱酷就是把人美的有点太过分了，我觉得假的，看着我感觉哇鲜嫩多汁，我真的都变性感了。好的，现在我们准备拍人像了啊，后置的人像是这样的，他们的焦段呢 ，vivo 很多，红米125，真我1236。那我们就用 vivo 的2350和100，真我们就用126了。他们的这个1倍，我觉得爱酷还是这个屏幕上显得特别的蓝呢，特别的鲜艳呢。红米也相对比较真实一点，真我也挺真实的，但是人像不一定要真实哦。这个真我感觉按下去的那个快门的感觉还挺好的，那个震动好爽啊！我的天哪，我觉得你真要拍一下这个爱酷，就艳成什么样了，朋友们。虽然爱酷的屏幕是最亮的，但是它也是最艳的呀。它这个艳的程度我已经受不了了，有点。它录像梗也很艳哎，这个屏幕可能就是发色比较鲜艳吧。深蓝色变成紫蓝色了。对啊，我觉得真我的这个是在真实和好看之间平衡的最好的。再看长焦的那个焦段哈，我稍微离远一点点啊。爱酷还是这样啊，而且爱酷的这个取景框里的实时虚化显得也有点翻车啊，有点假啊。后面这个长焦从取景器上来看就显得有点丑了啊。真我这个确实是平衡的比较好的，真实且好看吧。但是它的实时虚化也感觉挺假的啊。你们来看一下这个人像，爱酷给我拍成吴彦祖了。那你觉得韩宝是谁呢？韩宝一如既往的帅啊洪，金宝，洪金宝吗？他整个脸这么白哎，我的天哪！感觉今天韩宝是化了一个结婚的妆。真我这个确实显得还是比较有质感的啊。对，这个爱酷这个太那啥了，感觉给我加了一层妆啊，不适合拍男的感觉啊。红米这个就有点泛白。好的，现在我们要用后置镜头来拍普通的照片了，还是先拍他们两个人呢？我们换了一个角度。现在这个天气呢，刚刚落了一点点的雨，现在又有点要出太阳了，好热啊！我已经开始出汗了，好吗？是这样的，跟大家说一下啊，爱酷呢，我们觉得它那个拍照鲜明有点太艳丽了，所以我现在给它调到了自然啊，但不是蔡司自然色彩啊，它是没有蔡司的啊。真我们也不用理光了，理光就只有一个28跟40两个焦段了，它也只联名了这个主摄啊。爱酷是自然了啊，可是大家现在从取景框里面应该也可以看到的，就是爱酷的这个颜色显得还是比较浓郁的。整个的饱和度还是比较高的，这可能是屏幕的显示效果吧。3台手机的超广角都不是很广呢，除了红米是17毫米之外，其他2台都是16毫米。怎么现在超广角一个比一个不广了呢？多学学荣耀好吧。我从取景器上来看，如果要说学荣耀的话，今天这个爱酷挺像荣耀的，像去年的荣耀啊，或者说今年上半年以前的荣耀。红米跟真我还是显得比较好看一点的，而且也还真实吧。现在用他们的长焦的那个光学焦段，它的那件衣服呢，无论是鲜明还是自然，在这个取景器上全都是蓝色的，是那种紫蓝色的，很丑啊。你要说这3个在取景器上的真实程度吧，小米的还算相对真实的，但是显得稍微寡淡了一点点。拍人的我最多就用10倍了哦，我觉得真我的这个确实看着还挺爽的。接下来我们拍一下经典的这边的这个建筑啊，还是从超广角开始。现在这个太阳有一种要出来的意思了。如果我从取景器上的这个颜色来对比现实的颜色的话，是真我的这个会相对来说要真实一点的。我感觉爱酷是那种很早期的 vivo 风格，这个2倍爱酷的取景框显得好不清楚啊。好糊啊！接下来是他们的长焦光学焦段啊，那红米还是会比较有优势的啊，因为它是5倍啊，真我也是一个72毫米。取景器上来看的话，还是爱酷的显得最糊啊，其次是真我。这个真我好像是从65毫米的焦段直接给它裁到了72毫米啊，它默认2.7倍就可以切了。哎，现在是3倍嘛，对吧？它有一个快捷按钮，但实际上我们拖到2.7，它其实就会切长焦了。大家看到了吗？看到吗？2.7它其实就已经切了，到2.5的时候，2.6的时候它明显切了一下，大家看到了吧？不是很明显啊。真我是有一个6倍的，但是为了对比方便的话，我们就直接10倍了。哦，10倍我觉得红米还是挺清楚的，因为它本身的焦距就是最长的嘛。爱酷这个就显得有点模糊了呀。但是蓝厂大家都知道它的算法很厉害的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就拍一下那边啊，今天有点雾。用他们的长焦，我们这一次直接用6倍开始啊，红米就是5倍了。其实从硬件上来看，这个真我的2亿应该是表现要比较好一点的哦。下一个焦段就是10倍了。我其实觉得爱酷这个10倍在取景器上看就已经挺糊的了，有点用不了的那个意思。红米在这个颜色的还原上确实还可以啊，我觉得真我的这个颜色就显得有点暗了。
在这个取景器上看的话，红米下一个可以直接吸附的焦段是30倍了，其他2台也可以吸附，那我就用30倍了。iQOO 反正是不会提醒我它用的 AI 的，它可能随时都在用 AI 吧。红米是提醒了，自动打开了默认的 AI 了。真我是没有 AI 提示的。我觉得米系这一次的取景器的进步还是挺大的。下一个他们可吸附的焦段，iQOO是50，其他2台是60啊，那我就这么拍了。iQOO 这个取景器就已经感觉看不太清了。红米的防抖也还挺不错的，但是清晰度也挺低的了。真我的60倍的这个取景器上的清晰度是3台里面最好的。真我这一个60倍也是提醒开启 AI 了。这样60倍啊，iQOO 15的成片有点好笑，朋友们。他跑了，他不想出镜是吧？他不想出镜是吧？出了这么久了。现在我要拍一下这边的叶子啊，这边叶子是这种黄绿色的啊，有一点点微黄啊。我现在就用他们的1倍和他们的长焦光学焦段吧。我觉得1倍这个取景器上来看的话，真实应该是介于红米和真我之间啊。反正跟 iQOO 没什么关系了。从他们长焦的光学焦段上来看的话，也是介于他们2者之间啊，可能会更接近真我一点。哎，我怎么感觉这个真我的3倍有点对不到那个叶子？我看一下成片啊，这个真我是对到后面的叶子了，我都是居在画面的中间的。那我再拍一张吧。iQOO 是直接可以对到焦的呀，红米也是不用点的，它可以直接对到呀。真我怎么都对不到这个叶子，我点一下吧，应该是对到了吧？对焦有点奇怪啊，不是那么明确啊，给人的感觉。最后再试一下他们的长焦微距啊 ，iQOO 在这个位置就切了呀，它是没有那个关闭软件的微距的功能的，没有那个开关哦。红米还是比较近的，还没有切呢，明显就近很多。红米大概在这个位置切了啊，我就离一个它最近的位置。我再看一下真我啊，它不是宣传了一个什么长焦特写吗？哦，它到这里切了。真我应该是可以离得最近。好，真我大概是这里。虽然最近对焦距离好像是真我比较近一点啊，但是它焦段只有72毫米嘛，所以从最终的成片效果上来看，红米115毫米。所以呢，它就是最近的。我们刚刚录像拍照结束了之后呢，iQOO 57%的电啊，红米59%，真我60%。我感觉这个差距没有大家想的那么大了啊。期间一直是 iQOO 的屏幕很亮哎。对，iQOO 的屏幕是最亮的，其次是真我，红米是相对来说比较暗的。我们现在用了3小时9分钟手机了。那接下来我们就打车去吃饭吧。我们会使用高德地图，途中呢会经过隧道啊，我们会重点关注他们在隧道里的导航表现。我们现在已经上车了，中间的红米又是没有车道级导航啊，跟 K90 一样的。所以可能 K90系列都还没有适配吧，其他2台都是有的，而且他们现在亮度差不太多了，他们在直路上都没有什么很大的问题啊。好，我们现在在左拐，好，看一下正在左转，区别不是特别的大吧。他刚醒的，他刚醒的。我们现在真的右转，准备要进入隧道了。2台能够显示车道的全都在右边啊。我们现在左边的iQOO过来了。哦，iQOO过来了 ，OK。3台手机的屏幕亮度好像都没有降得很快哎。哦，iQOO降了，很好 ，iQOO降了。真我也慢慢降了，但是红米感觉没什么变化。这个时候他们拿得这么亮干嘛呢？真我怎么不动了？哦，现在又是1公里了，他也开倒车了。啊1.1公里了，你看。哦，啊，哇，他怎么还往回走呢？iQOO是比较准的，红米虽然没有显示车道，但也是比较准的。我们即将要进入到岔路口了，啊，大家看一下就要进入了，感觉iQOO是不是快了一点？还可以，现在我们进岔路口了。好的，红米这边应该也是进了啊。哦，iQOO稍微跳了一下，哦，红米也跳了一下，这个真我完全不动了呀。这卡什么巴的，这太恶心了，这个太变态了，我觉得。直接迷路了，到时候我马上驶出隧道了。对啊，其他2台还挺正常的吧？左边iQOO跳了一下，要驶出来了。OK。哦，真我终于一大跳，我的天哪！我们到外面啊，你看，他们的亮度又拉起来了，尤其是iQOO啊。我们导航了28分钟，终于到了目的地。整个导航过程中，无疑是iQOO的表现最好，尤其是在隧道里，它很符合我们的实际进程。红米表现也还可以，但是它没有车道级导航。真我的表现真的是太差了，它在隧道里先是900米，后来开倒车开到了1.1公里，后来我们驶出隧道之后，它才突然跳出来，根本没有指引我们往哪走嘛。现在iQOO还有52的电，红米还有55的电，真我还有56的电。现在是下午的2点01分，我们用了3小时39分钟手机了。我们这去吃饭了，吃完周之后我们就打金铲铲吧。哎，这边有太阳，我们要刷微博啊。吃完饭再说吧，真的好饿呀。
金铲铲3台手机都能拍到全最高，但是呢，又是只有我的 iQOO 才可以144，其他都只能120是吧？屏幕只有120。哎，我这看144，你也可以144啊？真我也可以144，朋友们。它至真然后都开。那你好像我红米只有120赫兹的屏幕。啊，那我俩参与一下它吧，我们俩120。OK， 120超新加至真。我们已经进游戏了，先看一下3台手机亮度。都重新开关过了，现在是差不太多的。我坐在这里听他们3个手机的声音啊，这个 iQOO 的声音真的是最大的。你们是怎么调的声音？现在是iQOO 已经中间小一格了。红米是50%加一格。真我也是50%加一个。他们现在3个的声音呢，就还是这个 iQOO 会稍大一点点啊。红米应该就是赢在音质上了吧，但是声音的大小真的一般般啊。我发现这3台手机都有点花活呀，这个 iQOO 是有灯带的呀。啊，我红米有个大喇叭。等一下，我的真我是开到了120帧的刷新率，但是现在它游戏界面给我显示只有80多帧了。OK， 红米显示120哦。 iQOO 是90多。啊，那你们2个把新的模式给我打开的呀。那就开性能模式吧。我还没说完呢，真我就是可换 Deco 嘛。现在我打开了游戏模式，但是帧率也满不了120啊，它现在在110帧左右浮动，刚才最高是116。你被免费的X300手机砸中了，它挡住了。好，看一下，85、105，啊，就还是在波动吧。我红米开了均衡模式，稳稳的120啊，非常的狂暴。OK。有一波新的团战啊，结果我的帧我怎么变到60帧啊，50多帧了，我服了呀！这个 GT 在哪里？它这是 GT 模式啊，48了。哎呦，这个有这么吃性能吗？我真的很好奇啊。iQOO 现在大概就是稳在100左右吧，它会浮动一下的。可能温度上来了吧？这个 K90 Pro Max 现在是稳不住120了，在100上下浮动。那我也开一下狂暴模式吧。你们把壳都摘了吧，把壳都摘了吧。你这个真我怎么就能开144？结果，哎，我突然想到一个点，你是1.5K 哦。哦，你比其他2台的负载其实是会相对来说低一点的，他们2台都是2K 啊。但渲染分辨率应该是差不多的。开启了狂暴模式之后，红米现在稳在120了。摘了壳之后还是60帧啊。哎呀，就锁住了60了。iQOO 打架的时候应该还是100多帧。OK。两斤就上来了。我们这把游戏打了20分钟左右，我的 iQOO 开了性能模式之后，差不多稳定在70帧了。随着温度的上升啊，一开始开性能模式，红米一开始是120帧，后面呢变成了110帧，然后呢变成100帧上下，然后就在刚刚给我锁到了60帧啊，我机身已经非常的烫了。那你这个还是比较线性的呀，不像我一开始就是60了。你也很线性啊，一直就60啊，就上不上去，非常的稳定啊，我的真我。我们又打了一会儿，其他2台帧率没有变化，但是红米可能它温度又下去了一点啊，它现在又给我到100帧上下了。OK， 非常的狂暴啊，好的，掉的非常积极。师傅，你是做什么工作的？看不出来我反手握刀吗？我们俩经纪人打了不到32分钟啊，这个 iQOO 的表现呢是开启均衡模式是稳不住120的，开了性能模式一开始是120，后面变成了100，然后降到70，最后锁到了60帧啊。我的这个红米呢，均衡模式一开始是稳在120，然后后面稳不住了呢，开了性能模式稳在120，然后后面又稳不住了，反正它是性能调度挺积极的，它想给我提高帧率啊，但是后面就是温度高了，它可能锁到110，后来一降到60，然后温度下去了之后，它又给我升到了110左右。真我这个调度怂的我要吐了，刚开始是稳不了120的，然后很快掉到了110，然后呢看了一眼70，再看一眼60，然后随后就一直稳在了60。它最后其实是会比iQOO稍高一点点啊。这个为什么我们的你在干什么啊，师傅啊？想不想吃饭了？你在切什么啊？我来摸一下吧，温热吧，还好不是很烫。再摸一下iQOO啊，iQOO比真我要烫一些，但是也能握得住吧。因为他们最后都降得比较低了吧？啊，红米比iQOO还要烫，是3台手机里面最烫的。但它帧率其实也相对会高一点。对，它帧率是会比较高的。哇，尤其摄像头这一块，哇，摄像头这一块挺烫的。所以想不明白这个144是有什么意义呢？120都稳不住啊！现在是下午的2点39分，我的真我还有41的电，iQOO 还有34，红米还有38。OK， 我们已经使用了4小时18分钟的手机了啊！现在菜上齐了，我们把手机和大师来拍点照片。它正好也切完了呀。好的，我又来拍照了。iQOO调回鲜明了，拍美食肯定要用鲜明嘛。1倍拍全部的菜，2倍拍他们单个的菜啊，菜不多啊，但分量都很大。iQOO这个鲜明真的感觉就是几年前的手机啊。周末这个颜色，在这个环境下也有点像
荣耀吧。我觉得真我这个拍出来不是很好看啊。红米这个从取景器上来看，我觉得也不是很好看哦。啊，成片的话呢，爱酷还是挺好看的，只是它取景器不好看，它跟取景器的差别很大。真我和红米呢，它们跟取景框上的差别不是很大，但是不太好看啊。这个红米真的不太好看啊，感觉拍美食就这样了吧。真我切到2倍，感觉好看一点了，比 OPPO 还是略逊一筹吧，会比1倍的时候要好看一点。爱酷这个取景框现在非常的艳丽啊，感觉拍出来的菜有一种加了很多科技与狠活的感觉啊。大家看一下这个茄子，可以看到吗？这个跟真实，你别管，看着想吃就行。我们吃饭期间就看 B 站的2K HDR 直播，感觉中间红米的 HDR 效果好像差一些。对，两边的，尤其是爱酷吧，这个 HDR 效果显得非常的好啊。把亮度稍微调一下吧，感觉爱酷还是会亮一点啊。我们一共看了30分钟 B 站直播，本来一开始看的是2K HDR 的，但是那个 B 站 HDR 适配好像有点问题，差不多是放了一半时间的时候只看了2K 的直播了。现在爱酷只剩25的电了。现在我的真我还有31的电。哎，我的红米还有29的电啊，现在是下午的3点20分，我们已经使用了4小时54分钟手机了。我们现在用支付宝扫一下共享单支的2维码。哦，是爱酷最慢哦，真我好像是最快的。现在我们准备在店门口扫一下店门口的2维码，还是用支付宝啊？这个爱酷的亮度真的还是很高啊。OK， 3、2、1走。哦，真我是最快的，其次是你这个爱酷为什么就是不行。再试一次吧，再试一次吧。现在我们让韩宝拿着2台啊，来吧，3、2、1走。这个爱酷就是扫的比较困难呐。这么大的扫不出来吗？那确实，这个支付宝门口的2维码是不太行的。好的，朋友们，现在我们已经到达这个信号比较抽象的书记双元草了呀。3台手机我们全都开关过自动亮度了，还是可以看到这个爱酷的亮度是最高的呀。3台手机现在全都是联通的5G 网，我们来点一下发送，3、2、1点。哦，这一次真我是没有导出的。好的吧，我们是几乎同时拍完的哦。OK， 真我已经发完了。哦，中间的红米发的挺快的。完了，我的爱酷。爱酷亮但慢。OK， 红米发完了。哦，网速被抢了，加速了，被抢了。现在我们来下载一个视频文件啊，就下载我们 B 站自己的，大小是用 B 站下了啊。对，大小是200多兆，来了。210几兆啊！3、2、1点。点。感觉红米跟真我现在差不多啊。大家都是3兆左右的速度啊！哎，我的爱酷变慢了。爱酷会稍微慢一点，现在爱酷会亮一点，亮很多，不是亮一点。而且爱酷这个白色看着会比较舒服啊。我们发现最近在这里的手机好像都没有4、5G 切换了，可能这里的信号变好了一点吧。应该是补了一点信号，但又没补很多，就是下载速度还是不快啊。好的，真我要下完了。我的真我还是比较爱我的，下午视频下的嘎嘎快。OK， 真我下完了，214兆啊。好，红米也下完了，红米也成功连接了。爱酷的速度好像是上涨了一点，上面显示有2兆多了，但它整体的速度就比其他2台慢挺多的啦。那就这样吧，我们开始打10v10了，都是均衡模式，游戏相关的设置就还原成默认的了。还是120帧加自立最高的画质啊。我们刚刚都开关过自动亮度了。等一下，我发现一个事情，为什么高手在你这里是儿子呀？为什么呀？差不多，大家懂就可以了。你是他 daddy。开始吧。好，这个亮度是这样的，就是中间的红米会稍低一点点，但是差距不大，都开关过了。刚才正在打对抗路的时候，突然发现窜过来一个黄黄的东西，是谁呢？原来是我们的高手啊！这不帅吗？这不拉着。然后拿了一波3-0啊！你有没有助攻啊？你没有助攻啊！哇，原来是单杀的呀！那肯定啊！天哪，我们4、5个人一起，然后你单杀了是吧？我们感觉这个游戏跟你没什么关系啊。我已经0-2了。这个是威士打到了9分钟啊！刚才我的真我就是出现了这种不受我控制的情况，为什么呢？大招往前飘，然后2技能点不出来，但是网络是没有任何问题的。这个时候帧率掉到了100、108、109，对，刚刚是103，现在回了点106，在100到110之间横跳啊。那我觉得你这个有点问题。感觉被云控了。王者荣耀出来给我回答我的问题。这跟王者荣耀有什么关系啊？这明明是你机器的问题，他们又没有问题。这把10v10打了11分钟，爱酷没有任何的问题。红米打的过程中有一次网络变黄的情况。我的真我不仅出现了这个不跟手，然后而且是飘的情况，而且呢帧率也稳不住120，就在100到110左右浮动。我们第2把游戏还是先开均衡模式，把这些游戏设置什么都调高。开了一个超级 HDR 画质和高分辨率的选项，
在工具这里呢，也打开了一个4D 震感。OK，我的红米打开了显示增强，然后开了一个触控增强。iQOO手调的还是最多的，触控采样率拉满了。Q3芯片这里一个超高分辨率。画面又开了一个智能优化，游戏中距离、触控操作设高了，4D 震感也打开了。绿场式的开启了一个 HDR 画质之后，亮度变得特别亮啊！我们刚刚已经统一了一下。我们有人去吃独食了，又剩我们3个了。我这个真我呢，第2把它是拉高负载了，然后帧率也是降了，相比上一把的100到110帧，现在变成了95帧了。我们才打了2分钟左右啊，那你直接开性能模式吧。OK， 我开了，开启之后，哎，帧率回到了120帧，不知道能稳多久呀iQOO 这款游戏打了9分钟，正好锁到了90了。iQOO 开了性能模式之后就恢复到120了。红米一直120，我们下路是多方混战啊，刚刚打了很久，它一直能稳在120帧率，还是挺强的这个性能释放。刚刚打到了7分16秒，我的真我的电池掉到了20%，它突然就把这个 HDR 画质给我关掉了。你再点一下 HDR 画质看一下，又插回来了。对，它到20%的时候就给我关掉这个功能了。家人们，我们进到终局之战了。大家还都是120帧呢。真我呢，它虽然开启了超级 HDR 画质，但是它会因为温度可能是，然后它给我自动关掉了。因为刚才我们手动开了一遍，它又自动关掉了。在我关到这个页面之后，这把终局之战打完了呀，然后能看到它这个提示，我说设备温度较高，高分辨率暂时失效了。就在刚刚我们打完那一瞬间，它提示这个东西了。第2把王者实位时呢，我们是打了不到16分钟啊。我这个红米呢，过程中也出现了网络波动的情况，并且比第1把更严重啊，持续了5秒钟嘛，有变黄跟变红的现象。然后帧率的话倒是非常的稳定啊，我一直开的是标准模式，然后最后打实位时大混战的时候才会掉到110帧。iQOO 9分钟的时候，激活模式锁了90帧，后面开了游戏模式就没什么问题。最后在大混战的时候，偶尔会掉到110帧，它的网络全程没有什么问题。但它现在电量也是最少的，只有7%了。啊，红米还有13%，现在下午的4点25分，我们已经使用了5小时46分钟手机了。受害者上场。挺烫的，但是不会到握不住啊。而且它的摄像头其实跟边框包括屏幕的温度都差不太多哎。均热板起到作用了。和iQOO差不多，屏幕跟摄像头差不多都挺烫的。3台手机温度其实没有很大区别的。我现在打车准备去南门口做步行轨迹记录了，因为iQOO日的店不是很多了，所以就不坐地铁了。等会儿我们在车上会刷下信息流啊。还是先来抖音啊。你怎么？啊，对了，哎，对，我们在车上刷了10分钟抖音，到做步行轨迹的地方了。现在iQOO只有4%的电了。红米还有10。真我还有13，它没啥电了，我们就赶紧来做一下步行轨迹吧。我们会使用百度地图穿一下南门口的巷子。干哈？今天开门了，他还是在外面啊。你要不要试一下那件衣服啊？哪件衣服？兔子。看不懂，听不懂。你就不用试了吧。好的，朋友们，我们走了13分钟到目的地了，iQOO还剩1%呀。我们赶紧看一下他们怎么样吧。它的充电宝已经夹在这里了。这个iQOO即使电这么少呢，它亮度还是比较高的。来吧，3台手机的起点差不多啊，都比较准。接下来再往巷子里面走，我们是靠着巷子的左边走的，然后全都偏上了。我的天哪，3台手机都有点差呀，而且情况还比较接近吧。这个回头路好像是右边的真我还会稍准一点哎。它首先地方比较准，其次形状也比较准啊。红米呢就形状比较准，但是呢稍微偏楼上的一些。这小蜜蜂在走着吧，绕了个8字。iQOO 呢就完全在楼上了，而且这个形状也不对啊。回头路之后的这一节就全都偏上了一点了啊，往下拐的这个弧线也差不多。我只能说接下来这一段也比较接近吧，就都往上偏了呀。都有点差吧。真我偏的应该是最多的啊。对，而且真我这里还有一个迷之凸起啊，比较凸。你这个红米就差一点点凸起来了啊。iQOO 微凸吧。iQOO 这是什么东西啊？这里学校门口这一节大家也都是不对的，偏上了啊。然后iQOO在绕这个小巷子里面的时候就不知道在干嘛，这一小块啊。红米也有一个折返，真我有一个往外的凸起，就都有点差吧。2栋楼之间还是会有些区别的。红米是最好的，它确实是在2栋楼之间稍微偏上了一点。其次就是这个真我了，它也在2栋楼之间，但它最后有点到外面去了。这个iQOO呢就全在楼上了呀。再往下到这个文庙屏巷也差不多，感觉红米会有点迷之凸起吧，其他的还好了。文庙屏巷的后半截3台手机好像就还可以了。对，就都在路上吧。我们再看一下最开阔的古潭街，哎，你这个红米在过弯的时候有一点出去了啊，其他2台都没有出去啊。哎呦，这主潭街开错了就可以了，我们都是沿着道路上侧走的，就微偏吧，一点点吧。终点3台手机也差不多，那他们的水平其实就是一个
比较标准的正常的一个水平吧，无功无过吧。但是我们现在的定位只有最右边的真我是对的。对，你看其他2台都偏出去了，但真我确实是在我们这个终点上的呀。哎呦，插完之后我还有1%的电啊！红米还有3%，真我还有10%。啊，6小时15分钟。哎呀，威我怎么还没死啊？你要干什么？我要把你耗死了是吧？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刷信息流吧。差了20分钟啊，来吧小红。书，哎呀，刚要刷就给我起入微店精灵了。好嘞，好嘞，20秒后要关机。啊6小时16分钟啊，6小时16 ，OK 我给它 OK。充上电吧，6小时16，今天第一个下班，对，充入。好，赶紧给它 OK，充一点吧。我下班了，你就下班了呀？我太又爽了，太爽了。手中小红书已经刷完了，现在来换淘宝。然后刷信息的过程中呢，还是真我的亮度会稍微高一点啊。手中淘宝也刷完了，现在红米还有1%的电。真我还有5%的电。现在下午的5点32分，我们已经使用了6小时37分的手机。那他们2个还有电啊，我觉得我应该能熬死这个真我啊。那我们就来打微信视频通话，好吧，决一死战啊！做上梦了呀！我这还5%，你怎么超我呀？那你的一也很猛了。你的0也挺猛的。这2台手机我们现在在打微信视频通话了，哎呀，我是真受不了红米的这个视频通话效果啊！在现在这个光线不是特别好的情况下，它的画面非常的糊啊，真的好难看呐！啊，真我这边也糊吧，但是会比红米的好看一点啊。我们微信视频现在打了14分钟了，这个小米使坏啊，给我耗死了。刚开始打的时候，红米是1%，真我是5%，现在我还是1%，真我只有2%了，感觉有点机会啊。你的一真猛啊！你的一好猛啊！没你猛啊！每次都用这种胜之不武的手机啊。你是长沙第1猛一啊！你怎么知道啊？他跟我说的。我操！打了16分钟多的视频通话，现在红米提示要关机了。老六终于关机了，终于要关了。第13 13没秒了。 ，13秒。6小时54分钟，现在是5点50，6小时55分钟啊。续航还挺猛的。真我此时还有2%的电。红米已经黑了，那稍后我们为大家总结吧。好的，朋友们，那我们就开始今天我们的总结吧。我的 i215今天的续航时间是6小时16分钟。红米 K90 Pro Max 续航时间是6小时55分钟。真我 GT8 Pro 的续航时间是6小时55分钟，但是还剩2%。虽然今天我的 i215总体续航时间最少，但我使用下来对它其他表现还非常满意的，尤其是它的屏幕，在今天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它最亮。它又是2K 屏，又是亮度最高的。我觉得它的2K 屏真的比上一代2K 中画好了很多哎，而且它看的还非常通透。它今天差的地方就是2点，第一是在厕所里面信号不是很好，另一个就是扫码，我就不明白在那么亮的地方，它用支付宝扫码还要等那么久。其他来说，它没有很大的槽点了，像什么导航的话，3台手机都差不多，但它车载导航会稍微好一点啊，因为这红米是没有车道机导航，另一个真我是在隧道里面开倒车，它的游戏表现也就是中规中矩吧。它的近战产虽然可以拆144加至臻，但是拆了性能模式，最后也就是5、60帧了，性能也就那样吧。但是它也保持了一段时间的100帧左右啊。所以说总体表现，这 i215还可以的。就如果你需要一个户外亮度非常好的机器啊，我觉得是可以选择 iQOO 的。然后游戏呢也还不错。它今天的音量其实是这3台手机里面最大的。这个红米 K90 Pro Max 呢，也就是音质好一点，但它声音其实没有特别大。OK， 那轮到我红米 K90 Pro Max 了。首先，我对它最满意一点就是它的这个性能释放啊，不管是王者荣耀10v10还是金铲铲，它的均衡模式表现都非常亮眼啊。即便后来温度升得特别高了，它稳不住了，我开性能模式也是能上去一点的。因为我们今天整体负载其实是非常高的，对比另外2台呢，红米的整体负载呢肯定是要高一点的，然后相应的呢可能就会耗电会多一点。但是即便如此啊，它7560的电池，1.5K 的屏幕。然后续航呢，就比这个 iQOO 多了40分钟左右，然后亮度呢远不如它，而且这40分钟还不是什么特别高负载的呀，对，甚至还不如这台 GT8 Pro 啊，对，被它熬死了。GT8 Pro 也是一台2K144的机器啊，并且红米今天整个一天的亮度是最低的，几乎所有环境都是最低的。虽然我们经常会在游戏环境给它往上拉，但是玩着玩着可能就会往下降，所以后面我们只能把自动亮度关闭来控制变量，就很麻烦。感觉它这个亮度调度确实是不太行，但是它的性能调度又很激进。这个大电池呢，亮度这么保守，我觉得是有点不太应该的。而且它好的部分呢，可能就是那个特别暗的地方的扫码，它的取景框呢还是非常清楚的。
然后其他方面呢，跟两台手机没有太大的区别啊。那么剩下的就交给来真我。 OK， 终于到我的主场了呀！我这台真我呢，跟 iQOO 的屏幕规格是一样的，但是 iQOO 提前下班了，我到现在还有2%的电，并且呢，我跟小米相比，我的电池比它少了500毫安时，但是硬生生把它熬死了呀！今天我这台 GT8 Pro 的亮度表现啊，就是处于小米跟 iQOO 之间了。再一个呢，它在地下车库的远距离扫码的时候非常灵敏啊，今天几乎所有的扫码环节它都很快。 包括出去超烟草和共享单车呀，除了那个最暗的地方啊，对，最暗的时候确实是小米是最能看清的。还有一个要批评就是说，真我的均衡模式非常怂啊。今天无论是打王者荣耀史威什还是金铲铲，它帧率很难稳住，而且还是一样的烫。它即便开了 GT 模式的情况下，也是没有很激进啊，就稳不了120。这个金铲铲，你要144有什么用啊？我天哪！它确实是今天这3台手机里面性能释放最不积极的。 OK， 那接下来拍照部分呢，就交给大师来讲吧。首先呢，整体的拍照效果，我最喜欢的是真我，它在我们今天整个的过程中，可以说是把好看和真实平衡的最好的一台了。红米呢会稍微真实一点，但是会比真实情况要劣化一点，会难看一点。iQOO呢就是最不真实的了，即使用了那个自然之后，它的那个取景框还是会显得非常的不真实啊。你也看到了那个拍实物嘛，对吧？这个iQOO那个鲜明就更夸张了啊。 反正样片在前面，我觉得大家可以自己去看看，可能是有人会喜欢iQOO时代那个风格的吧。但它在望远的时候，尤其是那张60倍，它的整体效果就是3台手机里面最差的。虽然说这2台都有 AI 啊，然后这3台手机的录像呢，也跟他们的拍照差不太多吧。要着重批评一下中间这个红米啊，它的前置的那个录像只有4K 30帧啊。虽然说这个 GT8 Pro 呢是有一颗2.1像素的长焦，但它原生焦段好像是65毫米，然后裁切到了72毫米。 长焦微距的效果，这3台里面是这个红米的 K90 Pro Max 是最好的，它跟小米17 Pro Max 其实是差不多的啊，整个的拍照没有很大的区别，可能少了徕卡的影调吧。iQOO和真我的长焦微距呢，就相对来说会差一点了，最差的是这个iQOO啊。 这个真我呢还稍微有一点点吧。另外就是这3台手机的超广角都不是很广啊，尤其是中间这个 K90 Pro Max 啊，其他2台没好到哪去啊，是16毫米的。我是觉得超广角是真的得广一点，这一点夸一下荣耀好吧。还有就是他们的微信视频通话呀，这个红米呢不知道为什么 K90 还可以，但是 K90 Pro Max 就又跟小米是一样的了，非常的难看啊，画质又差，清晰度又低，把人拍的又难看，多出了很多 莫名其妙的细节，而且它的微信视频前置视角也是最窄的。真我在亮光的时候整体表现还可以，但是我们刚刚在这个比较暗的情况下，其实它那个画质也会比白天要差一些了。iQOO呢整体是还不错的，它也还比较广，而且也还自然吧。但在白天的时候还是比真我要显得稍微差一点啊。我觉得这3台手机的影像呢，如果你真的要拍照，我综合起来看的话， 还是买一下这个真我吧，我觉得它潜力是最好的，而且它有一个理光联名，可以有更多的玩法吧。iQOO 这边的话，我觉得它就有点像早期的 vivo， 而且取景框的体验也是比较差的，而且它这次的 Origin OS 6其实也跟 X 系列有一点不一样啊，它那个变焦的过程并没有很顺滑，但是它也没有我们之前测 X300和 X300 Pro Mini 那种什么前置人像的抽风的问题啊。 至于小米呢，它主要就是焦段的一个缺失了，超广角不够广，主摄跟长焦之间呢又差得太多了。但是它长焦微距的效果还可以，在5倍及以上的那个条件下的话，它确实表现还是不错的，可以跟真我有的一拼吧。尤其是5倍那个原生焦段，那焦距长就是厉害呗。好了，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。大家如果喜欢我们的视频，不要忘记了一键3加关注，更多精彩视频请继续关注离线玩家 online。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一会儿我们去拍夜景啦，大家不要忘记看哦。OK， 我们要开始拍夜景了。我们先来看一下炫光吧，都是他们的主摄啊。有一个灯，我们来找一找。哦，都还是有一些的，看到没？但是都没有很严重吧？好像右边的这个真我会显得比较明显一点啊，它有上下2条，其他2台呢，一个这个iQOO是下面一条，另外一条就到上面去了啊。真我这个是2条啊，但是它们都不是特别的重吧。 然后iQOO这一条会是显得最蓝的，也有可能是它这个屏幕显示效果啊。中间的小米确实不是特别的明显啊。好的，那我们就开始录像，用3台手机的光学焦段啊。首先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取景器啊。哎，这个iQOO是因为屏幕亮吗？我再调一下，哇，它亮度真的拉得好高，然后它降下来了。OK， 我们来看一下。好的，这个屏幕的亮度呢，很明显的就是中间的这个红米啊，会显得比较暗一点，因为毕竟它那个超广角相对来说差一点嘛。最亮的还是iQOO的这一颗啊，
那我就3个光学焦段。好的，现在我用超广角向他们走过去。感觉红米的防抖在取景器上看还是最稳的啊。哎呀，但是这个画质我感觉爱酷的是比较好一点的。哇，红米这个，我的天哪，整个就是糊的呀。爱酷还是 OK 的，真我也比红米要好一点。你又要笑什么呢？不是，每次看这个真我的 deco 很搞笑。现在我用他们的主摄向他们走过去啊。从这个取景器里面来看的话，是红米的比较接近我们现实的情况。开始走，感受一下这个防抖吧。哎呀，可是这个真我怎么感觉这个后面的灯爆的好明显啊？没看到吗？这拍一下韩宝 ，OK。真我感觉它这个清晰度有点差呀，这个。哎，红米，好的。这是爱酷啊，爱酷清晰度还可以，包括它在拍你的脸的时候显得是比较接近这个真实情况的。现在我用他们长焦的原生焦段啊，我现在从这个取景器上来看的话，只有这个真我的会显得比较好一点啊，其他2个我都觉得挺差的。好吧，我现在向他们走过去了，后面的防抖还是挺稳的，因为他们的焦段会有一些区别啊。哎呀，我感觉真我是最晃的呀。好，拍到韩宝吧。好，这是我用真我的镜头对着韩宝的样子啊。好，这是我用红米的镜头对着韩宝的样子啊。这是爱酷对着韩宝的样子啊。爱酷怎么感觉一直对不上焦呢？我再走近一点。不是，它这个3倍到底有没有给我切换镜头啊？哎，我怎么感觉它没有用这个长焦镜头啊？这个爱酷感觉好糊啊，红米还是比较清晰一点的啊，真我这边就写的是最清楚的啦。接下来就拍拍照啊，先拍他们2个，还是用他们3颗镜头的光学焦段啊，可能会加一些什么6倍啊、10倍啊这样子的，大家就看一下底下的水印啊。